长大人，秦家秦修远逼你未婚妻与他结婚，夫人同意了。什么？阎罗殿愿为典狱长赴汤蹈火，战神殿100万精锐愿为典狱长大人出征，天机阁愿成为大人眼线，财神商会愿献上1万亿现金。秦修远，你夺我身份，抢我父母，如今连我的女人也要人质。落凤岛锁我这条狂龙10年，今日我秦燕出院。恭迎秦燕少爷回家。恭迎秦燕少爷回家。秦家搞出这么大的排场，这可不像他们的作风。滚开！哼，什么东西也敢挡我们秦燕的路？他可是修远少爷养的狗，身上随便掉根毛都比你的贱命值钱。青瑶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你成为我的新娘了。怎么，还想着那个死人呢？当初你说要为他守孝10年，现在10年之期已经过了，不想你苏家在江南市活不下去，你最好别在婚礼上给我出什么幺蛾子。秦修远，你就算逼我嫁给你，我也不会。你以为本少真的喜欢你？那你还逼我嫁给你？你是秦燕的女人，这一点就够。只要是她的一切，本少都要夺过来。她的身份，她的父母，她的家产，她的女人，都只能属于我。秦修远想夺走我的一切，你背得起吗？这个声音是秦燕哥哥。又是你！什么人敢在秦家的地盘撒野？秦家大少爷秦燕。这个人说他叫秦燕。他来搞笑的吧？江南市谁不知道秦燕是修远少爷养的狗的名字？放着好好的人不当，偏要冒充一条狗。现在的人呢？你也叫秦燕？坐坐坐，来叫2声听听。放开我！秦家每年花重金养你们，是干什么吃的？谁敢动一步，杀！一群废物，赶走！秦家必封杀你们！封杀，那也比丢了性命好吧？老娘后背都被冷汗湿透了，你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？有本事你正面面对他试试！秦修远，看来我消失这几年，你长本事了。一个狸猫换太子的假货，倒是真有点秦家大少爷的威风。什么情况？什么狸猫换太子？别听他胡说。秦家之前的确还有个少爷，不过早在10年前就出意外死掉了。这件事儿可是首富秦家的禁忌，这小子今天死定了。我看也是，一个冒充狗名的家伙也敢来碰瓷秦家。我曾经的确有一个哥哥，但他已经死了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，敢假冒我哥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我不知道是谁指使你来冒充我已故的儿子。你如果识相，现在滚出去，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；你如果不识相，我秦家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秦燕啊，秦燕，你的亲生父亲都这么维护我，就凭你，拿什么跟我争？秦修远不敢认我，连你们也不敢认我，这就有意思了。看来10年前那件事也是你们默许的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哥哥的死是爸妈心中永远的痛，你敢拿这件事来伤害他们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秦修远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说得好，不愧是爸爸的好儿子。真是父慈子孝，看得我都感动了。那个冒充狗的还不赶紧滚！在座的可都是江南市名流，随便哪个动动手指都能捏死你，真以为没人能治你了？秦燕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，但你最好睁大狗眼看清楚，你爸妈早就站在我这边了，还有你的女人。
今晚我会替你。他们不认，你呢？先生，怎么了？你们秦家个天煞孤星！董事长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修远少爷被车撞了！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！你们太过分了！秦燕哥可是秦家的真少爷，秦修远这个假货鸠占鹊巢，抢了他的人生，你们竟然还帮着一个外人这样对待秦燕哥！苏清瑶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原来这家伙是你在外面养的小白脸，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没想到苏清瑶竟然是这样的人。破案了，这小白脸儿肯定冲着秦家家产来的。我说怎么有人喜欢冒充一条狗？呸，真不要脸！我遵从我哥的遗愿和你完成婚约，没想到你嘴上说着为我哥守身10年，实际上却在外面养小白脸，还在婚礼上出来大闹，害得秦家颜面尽失。你对得起秦家吗？对得起我哥吗？秦修远，你比我想象中更不要脸，这倒打一耙颠倒黑白的本事还真是被你练到家了。还有您二位演得真不错。够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不欢迎，早在10年前那场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我就知道，只是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爷爷去世时留给我的秦氏集团30%股份。你说什么？老爷子留下的股份在你手里？我一个外人，手里拿着秦氏30%的股份，不知道我把这股份卖给秦氏的对家，秦氏能坚持几天破产？秦燕，我命令你立刻把股份交出来，转让给修远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亲爹！秦先生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刚才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我吗？你的好儿子不是在你身边吗？够了，你这逆子！我秦青山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哥，你别这样。你失踪的10年，爸妈天天都在找你，他们为你愁白了头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手里的股份对爸爸十分重要。秦燕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能不能有修远半点懂事？10年前的事，我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，我也不知道会引发爆炸。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只要你答应把股份还给爸爸，我可以跪下向你磕头赔罪。秦燕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弟弟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好啊，你跪啊！秦燕，你是想活活气死我跟你妈妈？是他自己说要向我磕头道歉，我同意了。你怎么别告诉我你又反悔了？该死的老东西，竟然把股份偷偷给了秦燕。还有这个秦燕，10年前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现在竟然变得这么难缠。修远少爷不会真向那个秦燕下跪吧？不可能，修远少爷可是天之骄子，怎么会跪一条狗？就是，听说修远少爷已经带着秦氏加入了财神商会。他敢跪，那秦燕敢受吗？财神商会可是在全球叱咤风云的存在。好，我跪。哥哥，我没想到你竟然变成这样。也罢，如果这一跪能让你消气的话，那就随你。不过，我得先说清楚，我向你赔罪之后，你不许再为难爸爸妈妈。亲生的白眼狼就是比不上我的修远。好儿子，大不了那股份爸不要了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爸爸绝不会看你被那白眼狼羞辱。多好的孩子！秦青山，你那可是秦氏30%的股份，你不要老子还想要。秦燕，我替秦家向你不准跪！财神商会的成员从没有向别人下跪的说法，要跪也是你向秦修远磕头赔罪。是赵会长，他来为修远少爷撑腰了。那条狗怕是要吓死了，他有秦家30%的股份又怎样？在财神商会面前，那点臭钱连根毛都算不上。秦修远是我们商会的名誉会员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为难他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让他下跪？财神商会小17的人，我与你家主人关系还算不错，刚才的话我可以当做没听见。滚！你他妈说什么？秦燕啊秦燕，你还真是找死！赵有才可是财神商会的人，惹了他，你这辈子算是到头了。狗是好狗，可惜认错了主人。3秒时间，不滚死！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废物消失10年，回来之后这么狂，原来是走了狗屎运，接触了修行。一个小小的分会长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我可是财神商会的人。别人打狗要看主人，不过我不用，我是你们会长的靠山。
战神殿副殿主罗天策奉殿主之命，向秦少献上战神宝刀。从今往后，战神殿上下遵听秦少调遣。恭贺秦少新婚大喜！我操，原来我亲爹这么牛逼！修远，爹要出去一段时间，我算到你最近会有一些不顺，不过你放心，爹给你留了底牌，足够你渡过难关。小九这丫头倒是够倔的，我都说不要，她还让人把战神刀送来了。哪位是秦少？我是。秦燕，你不会觉得战神殿的人是来找你的吧？人家说了，要找的人是秦少，在座诸位都可以作证。秦家只有一个少爷，那就是我秦修远。是吗？敢冒充战神殿要找的人，最好考虑清楚后果。我是秦家的家主，我儿子是秦修远，你可知道欺骗战神殿的下场？秦燕啊，秦燕，你也有今天啊！刚才让我下跪的那股气焰呢？看来你忘了。什么？我说过，别什么都想抢。我秦燕的东西，你背不起。战神殿不是说遵循我的命令吗？你就这样看着这废物羞辱我？战神殿殿主不会让你们效忠一个弱者。秦修远既然想接受你们的效忠，最起码也要能拿得起战神宝刀吧？哼，秦少，请吧。秦少，请吧。秦燕啊，秦燕，你死到临头了还挣扎，这可是我爹给我安排的后手。你以为你挑拨两句就能改变什么吗？秦燕哥，战神殿凶名显赫，你别担心。怎么可能？秦修远，我秦燕的东西你抢不动，更背不起。你走，来！马马虎虎吧，也就小九拿着当个宝。参见秦少，参见秦少。起来吧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秦燕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手段？战神殿可是我亲爹留给我的后手，他们怎么可能效忠你？欺瞒战神殿者，当诛！杀！请秦少下令。不是吧？那个秦燕竟然收服了战神殿！完了，这下完犊子了！我刚才还骂他是狗，战神殿不会把我剁成骚子吧？怎么可能？难道总会长让我来献礼的秦少，不是秦修远，而是秦燕？秦燕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我也不关心。我只知道修远是我的宝贝儿子，你想杀他会跨过我的尸体。逆子，今天你敢动修远一根汗毛，我跟你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哥，我知道你只是嫉妒我，嫉妒我分走了爸爸妈妈的爱。可从你回来的那天，我就说过要离开秦家，是爸爸妈妈不舍得我，我也只是想多陪伴他们。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不开心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求求你收手吧，别让爸爸妈妈伤心了，好不好？你想娶青瑶，我让给你还不行吗？秦燕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！逆子，还不跪下向你弟弟道歉！你们，青瑶，你想好了？这枚毒丹会在几小时后发作，一旦发作，无药可救，就连我也无法解毒。秦燕哥，秦修远拿我爸妈和妹妹的命威胁我，让我跟他举行婚礼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苏青瑶发过誓，此生非你不嫁。秦燕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还活着。别说话，我这就为你解毒。太医，神医说了，这毒无药可解，连他自己都没办法。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白头偕老了。他做不到，那是因为他悟性太差。太乙13针，
他只从我这里学会了9针。乖，听话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苏清瑶，你这为了秦燕竟然服毒！不过正好，今天他秦燕出尽风头又怎样？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死在自己怀里。秦燕，你这还想干什么？看着他们，没我命令，任何人不准离开。是。秦燕，没想到你这废物如此命大。不过你完了，我亲爹要来了。26，参见典狱长大人。我不知道苏清瑶是针。太乙13针，地府追魂，逆天改命，再教你一次，能学多少，看你造化。多谢典狱长大人。你说我要不要让人把阎罗令送到秦家去？典狱长虽然拒绝了，可人家收不收是一回事，我送不送又是另一回事了呀。战神宝刀，我已送到秦家。啊，我的人已在路上。裁缝商会的100亿订单，现在估计合同都签好了吧？你们这傻孩子没救了。对了，天机，我查到一个有意思的情报，动动你的关系，给典狱长大人送去，人情咱俩对半分，可以？怎么办？那秦燕不会迁怒我们吧？哼，怕什么？我们可是江南市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敢动我们，不怕秦家成为江南市公敌吗？秦燕，跟10年前有些不一样了。哼，管他呢！陆先生果然没算错，他就是个天煞孤星，刚回来就把秦家搞成这副样子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怪哥哥了，都是我。当初若不是我们2个人报错了，我抢了本该属于他的人生，你们也不会如此。那些若是有你一半懂事，我们也不至于这般讨厌他。只可惜10年前那场爆炸竟没能直接炸死他。是吗？我还活着，看来真是很抱歉。哥哥，我不管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爸爸妈妈是无辜的，你想针对我，不管怎样我全都受着，但我不准你让他们伤心难过。是吗？秦燕，够了，现在收手，我和你妈还能原谅你。只要你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修远，我们明天就召开发布会，承认你是我们的儿子。你真觉得我在意秦家那点股份？带走。秦燕，你要对你亲爹亲妈干什么？你这个！10年前的事，他们参与了吗？若不是他们心软了，没有让秦氏集团的人来帮我，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吗？秦燕，你似乎忘了一件事，苏清瑶的父母还在我手里呢。今天你敢动我，我保证会让你后悔终生。你也不想你的女人一辈子都在痛失父母的悲伤中度过。放了他们，今天你活。秦燕，你还是太好拿捏了。10年前如此，现在也还是如此。重感情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今天你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你不会以为放我走这事儿就过去了吧？是我爹大人来了吗？战神殿的朋友，我是天机阁4大副阁主之一朱雀，我们并无恶意，来这里是受人之命，来见一个人。让他们进来。天机阁，我亲爹名叫陆天机，这肯定是我爹的人。还不速速过来拜见你们的少主！少主？废话，你们天机阁不就是来找新主人的吗？我秦修远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他知道我的来意，阁主也说过，让我来找一位姓秦的少爷。
看来应该是他没错了。见过少主。废话少说，先带我离开这里。是。秦少，没我命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你确定要与天机阁为敌？秦燕，你收服了战神殿的人又如何？现在我亲爹的手下来了，你以为本少现在还会怕你吗？识相的话，现在就赶紧滚！你身为天机阁4大长主之一，不会连自家阁主有没有儿子都不知道吧？秦燕，你又想挑拨离间？什么叫挑拨离间？你要对我儿子做什么？你们这群疯子，快放开修远！天机阁不喜战斗，但不代表我们就很弱。罗副殿主，你过了。什么？他一个世俗之人，竟然能抓住我的手？放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阁主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倒是勇气可嘉，可惜有点眼瞎。你说什么？天机阁历世300年，历经12代阁主，从没有人见过阁主真面目。你怎么可能见过阁主？我操！我亲爹这么牛逼，真的没人见过他。那5年前被我抓走的又是谁？你说什么？5年前，你是？我亲爹是陆天机，你们天机阁肯定是他建立的。很遗憾，这不是你亲爹留给你的人，你的期望落空了。秦燕，你不可能，你们被他骗了。天机阁300年前就已经立世，阁主乃是一脉单传，传女不传男。你爹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假冒天机阁之主？奉阁主之命，天机阁参见典狱长大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秦燕，你一个10年前就该死的人，凭什么战神殿、天机阁这些顶尖势力会尊你一个废物为主？大人，阁主传来密报，说查到苏清瑶的父母被人绑架，天机阁已暗中将人救出，正护送他们前来酒店。哦，怎么会？我藏人的地方明明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干得不错，看来你最后的底牌也变成了笑话。现在该算算你我之间的账了。秦燕，够了，你给我住手！陆先生说的果然没错，你就是个天煞孤星。这些年明明我们幸福美满，你一回来就要把秦家折腾成现在这副样子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年我还不如不生下你。唉，修远别怕，有爸爸在，不会伤害你的。秦燕，你给我滚！现在就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护着他，我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真蠢，还是不愿认清现实。秦燕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我可是你亲爹！亲爹？你还知道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？这家伙张嘴他亲爹，闭口他亲爹，你是选择性耳聋了吗？爸，你不要听他挑拨离间，我只是……够了！秦燕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是你们太让我失望。大名鼎鼎的首富夫妇，不会到现在都还没想到，当年说我是天煞孤星的陆先生，就是秦修远的亲爹陆天机吧？什么？秦燕，你……修远，秦燕说的是真的吗？可恶，当初你们为什么要心软？你们不是说我永远是你们的儿子吗？那为什么10年前你们不出手？如果有秦氏集团的力量帮我，10年前秦燕就死了，他怎么会有今天？秦少，大人，退下。秦燕，真没想到，时隔10年，我竟然会被你一个废物逼到这份上。我承认，你比10年前厉害了不少，不过秦家只能有一个少爷，那就是我秦修远。你的一切只能属于我。秦修远要干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天机阁、战神殿都站在秦燕这边，他不会还想跟秦燕为敌吧？不错，这一拳你已经有玄阶的力量了。才玄阶？哼，你懂什么？修行者分天地玄黄4阶，世俗之中能进入黄阶就已经是高手了。玄阶的力量已经足够你横行整个世俗界。既然文都玩不过你，本少今天不装了。本少是修行者，
是玄阶的绝世高手，本少摊牌了。秦燕，给我死！秦燕，本少捏死你，就像踢死这条狗一样简单。你什么？一个玄阶的小喽啰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我爹明明说过，我是玄阶高手，纵横世俗界无敌。你一个丧家之犬，怎么可能比我还要强大？夏虫不可语冰。秦燕，你怎敢如此羞辱我？早在10年前，他们二位默许你制造那场爆炸杀我，我便自认已经与秦家没了关系。你也好，秦家也好。少说那些冠冕堂皇的！你若真不将秦家放在眼里，那为何还要回来？秦燕，你就是个虚伪的小人！10年前你说你不在乎财富，现在你又说你不在乎秦家，那你为何还要来夺走属于我秦修远的东西？若你安分守己，只当你的秦家大少爷，我自然不屑理你。可你错不该逼青瑶嫁给你。你好了，话已说得够明白了。秦修远，你该上路了。等一下，秦燕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修远？他就算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也是我们养了20多年的心肝宝贝。你要杀他，除非我死。你既然不愿争，又何必咄咄逼人？事到如今，你们还要护着他？这样吧，今天我做主，10年前的事让修远给你道个歉，一切就算翻篇。以后修远继承秦家，你也有秦家的股份，你们兄弟2个把日子过好，也算是皆大欢喜。秦燕，你比我强又怎么样？生死关头，你的亲生父母不还在舍命护我？真是悲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们不会以为我想杀的人，你们能护得住吗？秦燕，你别太自大了。并非自大。7年前，战神殿3000精锐最弱的地阶固守大本营，有一个人孤身杀进战神殿，带走了殿主，毫发无伤。我天机阁阁主居所外有数十天阶顶级高手。5年前，秦先生带走阁主的那一夜，数十天阶高手无一察觉。现在你们还觉得你们能护得住他吗？修远别怕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儿子，妈妈就算死，也不会让秦燕伤害你一个。修远，你妈，你既然说我是你唯一的宝贝儿子，那你成全我离开这里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修远，你怎么能……少他妈废话！秦燕，你妈的性命掌握在我手里，不想她死的话，现在就放我离开。修远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快放开你妈妈！我妈10年前就被你们送进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友情提醒，当年偷换孩子的那个保姆，就是秦修远，哦不，陆修远的生母，而他5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什么？老东西，要不是为了配合我爹的计划，夺取秦氏集团，你以为我凭什么向你们卑躬屈膝？你这逆子！废话少说，秦燕，你很能打又怎样？不放我走，我就拉你父母来垫背。你想怎样？秦燕啊，秦燕，我早就说了，重感情是你最大的弱点。少说废话，先放我离开。想让你父母活命，把秦家所有的股份都变现给我。什么时候我收到钱，什么时候我就放他们走。修远，我喘不过气了。少特么装可怜！我亲妈在监狱里了10年，
他过得可比你秦夫人苦多了。你，秦燕，你给我站在那里，再敢往前走一步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妈？阿燕，是爸错了，你快答应修远的要求，我保证，我和你妈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，你们两个快要死了。你，我太高看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以为刚才交锋已经让你认清了差距，但可惜，你不光瞎，还蠢。秦燕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样羞辱我？你妈的性命都在我手里，再敢废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……我不信，你又能如何？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手臂。我不对你出手，从不是因为受制于人，而是因为你太弱了，对付简直毫无成就感。26号，治好他。是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太震撼了！没想到秦燕不光手眼通天，连实力也这么强大。我突然理解秦燕刚才的话了，真可悲啊！这两口子到最后还想着保护秦修远，结果还是秦燕救了他们。这秦修远也太不是东西了，秦家对他这么好，这么多年，就算养条狗也养出感情了吧？敢伤我儿子，找死！阿燕，小心！连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默许秦修远那样对你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错了。阿燕，让爹保护你一次。什么？解决了小的，老的终于坐不住了。少说废话！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！杀！什么？我紧赶慢赶，没想到还是晚来了一步。我儿已死，是非对错我无心再问，你们全都要给我儿陪葬。战神殿众人何在？天机阁众人何在？一群蝼蚁也想挡路？退下。秦少，大人，我说退下。是。就是你杀了我儿子。没错。找死！你的实力倒是比秦修远强点。一个重伤垂死之身，也敢如此嚣张？对付你足够了。什么？不好，旧伤在复发。你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只需要静养。你要走？有些私事。那岛上这些人，你决定吧。你这次越级宰了暗夜世界的主宰，从修行上我已经没什么可教你了。这座岛就算是我留给你最后的礼物。老东西，跟我还早，我差点跟人家1换1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恐怕连点皮外伤也不会受吧。看你能坚持到几时！哼，装的云淡风轻，原来是强弩之末，敢杀我儿子，今天你死定了！阿
阿叶，秦少，什么废物，也敢杀我儿子！今天我要将你秦家所有人碎尸万段，以祭我儿子在天之灵。你既然有如此实力，为什么还要调换我儿子？将死之人不必知道这么多。能杀穿战神殿，一己之力镇压3000强者，他的实力不该这么弱才对。还没看出来吗？他在演戏呢。演戏？刚才出来去治疗秦夫人的小姑娘名叫周白芷。太乙神医？正是。你不妨猜猜看，她的医术是跟谁学的？难道？嘘，看戏。阿叶，哼，蝼蚁，这都没死，命还挺硬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只是不明白。哦，你既然有这等实力，当年为何还要调换我和秦修远的人生？看在你将死的份上，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。秦家的财富我的确不放在眼里，不过秦家有一座宝库。宝库？宝库？26年前，我曾与人交手，身受重伤。玄阶巅峰的实力也只剩黄阶左右，而能让我恢复伤势与实力的，就只有秦家宝库里藏着的一株灵药。我调换你与远儿的身份，除了让远儿在秦家长大，借机打探宝库位置之外，也算是为我儿子谋一条后路。若我陨落，他也有秦家为他托底。所以，为了你儿子，你便毁掉了阿燕的人生。他的死活跟我何干？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修远6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教导他。我终究是没有做绝，还把你扔到了福利院。你若不自寻死路回秦家认亲，一切本该按照我的剧本发展。可惜你自己找死，还害死了我的儿子。今天你必死无疑。这么说，你没有第一时间出现，是因为你找到了秦家的宝库，借助宝库里的东西，恢复了伤势和实力。正是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这废物竟然还活着，不光活着，还害死了我儿。今日不将你扒皮抽筋，碎尸万段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秦燕哥，阿燕，结束了。杀我儿的凶手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今天我要让所有人给我儿修远陪葬。是吗？是吗？你没死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确已经突破到地阶了，这力量绝对不假。他一个玄阶，被我连续多次重创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秦燕哥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就凭他，还差得远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不过是侥幸从我随手一击活下来，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？什么？秦燕还活着？太好了，这下不用给秦修远陪葬了。我只是好奇你们的目的，才陪你演演戏罢了。坦白说，比起一巴掌拍死你，可能演戏吐血才要更麻烦一些。你敢如此羞辱我！怎么会？教教他，一个地阶
要学会低调。是。你们天机，终于发现了，可惜有点晚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身边的护卫才是皇阶，你们怎么可能是天阶？蠢货！我是天机阁的副阁主，他是战神殿的副殿主。我们头上除了殿主、阁主之外，可就没人了。你不会觉得我们需要护卫来保护自己吧？这位小姐，我夫人她已无大碍。阿言，对不起，我和你妈，我们……诸位，今天的事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。秦少，之前有些误会，不过您放心，我绝对管好自己这张破嘴。我们发誓，今天的事绝不会说出去。没错，请秦少放心。你们可以走了，保密的事空口无凭。稍后，我会让天机阁的人去找你们。秦先生，之前的事儿，我向您道歉。行了，合同留下，人滚吧。已经收拾符贴了。我儿子的死是他咎由自取，我已经知错了。秦少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条贱命吧。我给您磕头了。火，你就别想，从你对我出手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半只脚踏进鬼门关了。不过，若你说出关于秦家宝库的事，我或许会考虑让你死得轻松一点。既然横竖是个死，我凭什么要成全你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儿子也是被你害死的。理由很简单，我若不准许，你连死都是奢望。这种程度的痛苦只是入门，太医13针下有上百个穴位，能让你比刚才更加痛苦100倍。你这个魔鬼！过奖，我变成这样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还要多谢你儿子。若没有那场爆炸，最后一次，说还是不说？大人，世上没有天机阁有打探不到的情报。这家伙若不愿说，我亲自为您调查。1个小时内完不成任务，朱雀提头来见。等一下，我说。阿燕，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还活着。苏伯父，我不想回秦家，今晚就打扰了。臭小子，这叫什么话？只要你愿意，这里永远都是你家。小燕啊，我已经听天机阁的人说了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不然我和你苏叔叔……伯母客气了。行了，你小子也够客气的，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走，先进屋，咱爷俩好好喝上一杯。前阵子被秦修远的处分关进，我还以为我们一家的命运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你小子10年前不光没死，还有了一身这么强大的本事和人脉。对了，小雅呢？10年前我离开江南市的时候，她才4、5岁，现在应该也长成大姑娘了吧？小雅回来了，快看看这是谁，还认不认得了？姐夫，太好了，我就说你肯定还活着。等等，秦秋远那不是逼你今天和他结婚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，说来话长，大概就是这样。
姐夫好厉害呀！秦修远那个生活该，要我说就该把他18代都出来。女孩子家家的，说话别那么粗鲁。哎呀，管家，我不是说了，给我泡一杯热茶。老爷，您稍等，我马上更换。您都坐在这里2个小时了，再热的茶不也凉透了？青山，秦燕她不肯原谅我们是吗？终归是我们错了，伤了那孩子的心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去休息吧，别想太多。亲生父母和孩子之间哪有隔夜的？再说了，阿燕走的时候不是也说了，明天让我们一起去找秦家家传宝库。寻找那种气流在丹田汇聚的感觉，静气凝神，摒除杂念。姐夫，你那么厉害，能不能也教教我怎么成为修行者？如果我要是有强大的实力，爸妈和姐姐就不会被秦修远那种威胁了。小雅，你可以，不止小雅，青瑶、苏伯父，还有伯母，你们将来也都要踏足修行。事实上，这本来就在我这次回来的计划之内。竟然第一次就找到了气感，这丫头的天赋不弱啊，将来成就至少不比朱雀和罗天策差多少。小雅，别过来！这是蛊毒。蛊毒？小雅身上怎么会有蛊毒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从她的情况来看，这蛊虫在她体内恐怕隐藏了有段时间了。我引导她修行真气入体，恰好惊动了蛊虫。秦燕哥，小雅她……放心，有我在，她不会有事的。青瑶、伯父、伯母，你们退远些。这蛊虫侵蚀性很强，以你们现在的身体，哪怕吸入1缕瘴气，也会有生命危险。好，秦燕哥，我们相信你，你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幸好当时随手问26要了几盒银针备用。姐夫，我没事了。小雅暂时无碍了，这些黑血你们不要触碰，最好一点也别沾到。好。苏伯父，你让人将这东西直接烧了，焚烧之后的灰埋在远离水源的地方，切记。好，交给我吧。小燕，小雅她……放心吧，已经没事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到青瑶家来，有事需要你们调查。5分钟。给我查清楚，从我离开后，有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小雅？是。什么人？该死的！老夫的七绝蛊，老夫在这丫头身上足足花费了10年的苦功夫，眼看神蛊将成，竟然被你坏了老夫的好事！这么说，你承认是你在小雅身上动了手脚？你知道本座在她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
敢毁我神谷，小子，不管你是谁，今天你死定了！在这世界上，我珍重的人不多，青瑶一家算是其中几个。你说什么？天阶，你该庆幸，小雅没有因为你的蛊虫丧命。大言不惭，天阶而已，吓唬吓唬那些年轻小鬼也就罢了。老夫吃的银比你见过的饭都多。所谓天阶强者，老夫也不知毒死多少了。小心，他是南疆蛊王天机阁情报网中 SS 级危险人物。完了！既然你毁了老夫的心血，就用你的身体成为新的蛊囊来赎罪吧。记住，下辈子不要多管闲事。秦燕哥，什么？就这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五毒断魂蛊，就连天阶后期遇上，也会被顷刻炼化成一滩脓水。你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？哼，还以为你这老杂袍有多大本事，这点毒性连我当年的洗澡水都比不上。你说什么？师尊，真的要进去吗？该我了。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是天阶圆满？您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。行了，不用尬吹，给我查清楚这家伙背后还有没有什么势力。明白了，秦少这是要为苏家永绝后患，得查仔细些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纰漏。我身上还有残留的毒烟，先别碰我。苏伯父，抱歉了，把你们家弄成这副样子。你这小子，这是说的哪门子话？如果不是你，清雅被那怪老头盯上，难说会有多大的危险。这下欠你小子的真是越来越多了。秦少，已经查过了，南疆蛊王背后并无势力，苏家不会有被报复的风险。做得不错。按照陆天机的交代，宝库的机关就在前面，开启宝库的条件是要秦家嫡系血脉的鲜血。哦，阿言，我只想知道陆天机是怎么开启宝库的。前天陆天机找上我，说是秦家的风水出了问题，要用我的几滴血来做一个风水阵，才能让青瑶和修远。秦少，入口找到了。按照陆天机生前的交代，只要将秦家嫡系子孙的鲜血抹在石碑上，就能开启宝库的大门。很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怎么回事？秦燕，怎么回事？情况跟陆天机交代的对不上。按照陆天机的交代，开启的宝库应该在我们身后才对。不用管那么多，进去看看。是。真是好手段，这种手段连天机阁都闻所未闻。这是……秦燕哥，你怎么了？
还活着，是你救了我，多谢。不必，我救了你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命属于我，我会传你本事，也会让你做一些事情。你若同意，就眨眨眼。秦燕哥，你怎么了？抱歉，想到了一些事情，我没事。退下吧，我来。这就开了。这些兵器看上去有好多年了，这些难道是老爷子收藏的吗？好锋利的气息。以我天阶的实力，竟然完全无法抗衡这些兵器残留的气机。出来！我知道你在这里。这把斩天是你的佩剑，你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的。继续往前走吧。秦燕哥，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以后我会告诉你的。这是我的好大孙，老夫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到这里的。那假孙子的手段杀不掉你。在你来之前，应该有人已经开启过甲库房了。哼，当初老夫就知道你爹是个不靠谱的混账，放着自己的亲儿子不疼，屁颠给别人养儿子，这混账肯定会被人骗走了血，来开我秦家宝库。冷月，给老夫抽他！老夫留下的贾宝屋里有提升实力的丹药，也算对你的一重考验。你能来到这里，听到这段录音，看来是你打赢了。继续向前吧，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下一扇门后面。走吧。秦燕哥，小心！秦少，我们来帮你。退下！好快的剑法，我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。这人的实力比我强太多了。换作是我，刚才第3招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秦燕哥，不会有危险吧？想验我成色，那就来吧。毫无长进。秦爷竟然败了。看来在落凤岛这些年，你过得太安逸了，连本事都退步了。就凭现在的你，再给你1年，你也未必能碰到我一根发丝。是吗？好美。他拥有匹敌秦燕的实力，为什么天机阁的情报中没有半点关于他的事？师尊，你大意了。倒是我小看你了。3年前你说有事，从此一去不返。
为何会出现在秦家？不对啊，秦家宝库只有靠秦家嫡系的血才能打开，便宜爹没被爷爷认可，血只能打开偏库。他是怎么进来的？雷姐，你叫他什么？老爷子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个是非不分的混账。我知道你蠢，但没想到你能蠢到这个地步，竟然默许别人害死自己的亲儿子。姐，我……等下，师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明白吗？我是这混蛋的长姐，秦家长女，你的亲姑姑。姑姑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等回头再跟你算账。先起来，滚去祠堂跪着。我们先退下了。想知道什么？现在可以问了。我想问的可太多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秦家是上古4大世家之一，传承至今已有数百代，而每一代秦家子孙中，只有1人能够真正继承家族的传承。我这一代是我。30年前，老爷子选中了我，成为了这一代的继承人，于是我继承了家族的传承。而你父亲秦青山则是继承了世俗中的财富。所以我爸爸才会对修行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没错，这是从老祖开始定下的规矩。秦家子孙中，除了当代的传承人之外，其他人都不会接触这些。这么说，当初陆天机指使他妻子将我跟秦修远调换的时候，那时老爷子就已经知道了。我不明白，既然秦爷爷已经发现了，那为什么不把秦燕哥换回来呢？以你们的本领，想必很轻易就能做到吧？一个盲目骄纵、刚愎自用的人，能教出什么样的好人呢？秦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传承人，而不是一个有自家血脉的秦修远。当初陆天机把你丢在福利院后，我和老爷子没有插手你的人生，只是在你16岁生日那天，将那封信放在了你的床头。江南市首富秦家发布重金悬赏，寻找16年前被调包的甄少爷。秦燕亲启，你是秦家失散的甄少爷。当初你被福利院减龄时，襁褓里的玉佩可以证明你的身份。可是，玉佩那么明显的信物，陆天机调包之后，为什么不直接丢掉？因为玉佩是陆天机离开后，师尊亲手放的。没错。当初我不去认亲，又会怎样？如果你没有选择回到秦家，一个因为畏惧连自己身份都不敢面对的懦夫，自然没有资格成为秦家的传承人。可是，姑姑，如果秦燕哥不回去，秦家的传承不就断绝了吗？修行者的寿命比普通人长得多得多。如果秦燕怂了，或许等他死了，我会招个血脉够强的赘婿，去父留子。还真是你的风格。既然扛起了传承，总要付出些代价。我还有一个问题。问吧。当初爷爷是怎么确定我能够肩负起家族的传承？还记得15年前吗？喂，臭秦燕，你站住！哼，臭秦燕，你完蛋了！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。
我没妈。你说什么？我住这里，想告状就进来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秦燕，你等等。这蠢女人，过马路都不看车的吗？秦燕，是你救了我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。下次小心点，别这么蠢。他刚才爆发了血脉的力量，继续观察，不带他回来。再等几年，现在盯着秦家的人太多了，小燕还太年轻，还不到面对这些的时候。当时我只是觉得他是一路跟着我来的，要是让他死在福利院门口，大家的生活会被打乱，我会很烦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老爷子开始特意关注你。谁？秦燕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活着。是你，暗夜君王。3年前你毁了我亲手建立的地下帝国，现在该轮到你体会体会最真实的东西被人当面摧残的痛苦。放开他！别做梦了，秦燕。3年前的账，今天该清算。别动！我知道你们的实力，都已经超越了天阶，以1敌2，我不是你们的对手。但若你们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只好拉着这个小妹妹当垫背鬼了。放了他，我任你处置，这才像样。放心，你若好好配合，我不会为难一个普通人的。你想怎样？早就听说秦家宝库内好东西无数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秦家2代老祖所留的一壶破天丹，只要吞服就可以突破天阶桎梏。确有此物。他的命换那一壶破天丹，东西到手，我立马放他。破天丹1枚便可破境，再吃就没有作用。你要那么多干什么？那就不用你来管了。交出东西，他活；不交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秦燕哥，不用管我，能再次看见你，知道你活得很好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。闭嘴！东西可以给你，放开他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随便啊，有本事你就动手。我的确打不过你们秦家这群疯子，不过在你弄死我之前，我先捏死你的心上人，绝非难事。这丹壶里面就是破天丹。把钱要放，东西你拿走。你以为我傻吗？他的命在我手里，就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如果放了他，你们没了掣肘，会让我活着走出这暗道吗？把丹壶扔过来，别耍什么花招。果然是好东西，这次真是来着了。放心，等我确定安全了，会让人亲自护送苏小姐回家。你最好保证，不要让青瑶出任何问题，不然3年前同为天阶时，我能杀你。现在，即便你吞了破天丹，我也一定能杀你。秦燕啊，秦燕，你的实力的确很强，但可惜你似乎忘了，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。当年暗夜世界被你搅得天翻地覆，但至少还有几位天阶活着。等他们都吞服了破天丹，成为天阶之上的高手，你一个人赶来，必死无疑。站住！当初你杀他之后没补刀吗？当时我都快死了，暗夜世界还有几十个天阶呢，我能一路突围回到落凤岛，已经是奇迹了，好不好？你当我是女的？也是。破天丹被人拿走了，你一点都不急。
急什么？破天丹的确珍贵，可从2代老祖留下破天丹开始，除了几位资质实在中庸的老祖之外，我们秦家就没几个人用过破天丹。哦，靠外力提升上去的实力，终究是下乘。3年前你能杀他，现在也一样呢。那青瑶怎么办？太好了，破天丹到手了。等我成为天阶之上的强者，再将以前的麾下都拉到天阶之上，全世界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。这人比秦燕哥之前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，如果让他跑了，以后肯定会成为大麻烦。秦燕哥，不能放他走！我去你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阿燕出什么事了？可千万不要是阿燕出事。孩儿他妈已经失去了修缘，不能再失去一个儿子了。不过有长姐在那边，阿燕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这是什么人？同人。太好了，秦燕没追上来，破天丹也到手了，撤！什么？你那个刚才的事，伤口不深，没生命危险。秦燕哥，那个坏人……傻丫头，自己都差点死了，还在担心这些。我只是不想再拖累你，我怕他……放心好了，他跑不掉。胆子不小啊，都敢越狱了。参见典狱长大人。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14告诉我，他在一处隐秘的暗网服务器里找到了一些秘密，暗夜君王可能还活着，而且极有可能要偷袭秦家宝库。哦，越狱之事暂不追究，明天配合我演一场戏。是。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了？算是吧。暗夜君王此人诡计多端，上次我虽没能杀掉他，但也将其重创。他还敢来秦家宝库，说明他肯定有倚仗。我先放他走，在他警惕最轻的时候，再让人一击毙命。典狱长大人，行动成功。确定死了？我已用阎罗化分将他在化学意义上彻底清除。可以，这很阎罗殿。不错，你的成长比我想象中还要快，这一次连我都有些意外了。秦燕哥，你真的好厉害！你们两个可知错了。我们知错了，姐，你能不能劝劝阿燕，让她留下来？向我认错没有用，你们现在最该道歉的是秦燕。阿燕，阿燕，我和你妈妈已经知道错了，当初的事情都是我们不对，你能不能……秦燕哥，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你姑，对你们一家3口来说，我才是外人。别指望我替你做决定。秦燕，我已经说了，你可以是秦家的大少爷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恶毒，为了争宠，
竟然把修远推下楼梯！我秦家怎会生出你这种畜生不如的东西？秦燕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识相的话，就给我老老实实滚回福利院，否则本少总有一天要弄死你。我只想知道，他们参与了没有？爸妈到底是不忍心亲自动手，不过你不妨用你那愚蠢的脑子想想，如果他们不默许，在江南市谁又能动得了秦家的少爷？秦燕，我就是要亲手夺走你的一切，你的身份、你的父母，还有你的女人，谁让你非要上门认亲呢？我要杀了那个假货！不准去！为什么？小燕她已经够苦了，你还要让我袖手旁观到什么时候？等他继承了你的所有本事，有些东西唯有亲手夺回来，才叫做成长。秦家的继承人可以是废物，但传承人必须强大。或许，在被秦修远反咬一口的那一刻，你们的确后悔了，也知错了。这么说，你愿意原谅我们了？我就知道你不是秦修远那种白眼狼。好儿子，你放心，爸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秦氏集团将来也会是你的。你们有道歉的权利，但我未必一定要接受。秦燕，你说什么？我们可是你的……从你们默许秦修远动手的那一刻，你们就已经没有资格了。你。他们到现在还根本不明白秦燕哥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真可惜，他给了你最后的机会，但你亲手把这机会丢在了地上。什么？朽木不可雕，烂人不必救。你说说，秦燕，你这臭小子，才回来几天又要走了，还把瑶瑶也带走了，这一走又不知道多少年。放心，我很快回来接你们。帮我击杀暗夜君王，减刑5年，时间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典狱长大人。你说你小小年纪做点什么不好，非得混迹于黑暗世界，当什么杀手女皇？记住，出去之后好好做人，遵纪守法，不然我会亲手把你抓回。是，典狱长大人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才怪。哎嘿。都怀2宝了，也不知道小心点。秦燕哥，你忘了，我现在也是天阶后期强者了，这点动作算什么？真不知道让你修行是对还是错了。对了，大宝呢？跟他18干妈练刀呢。小18，这家伙3年前就刑满了，硬是赖着不走。他战神殿的刀法也就那样，跟他说说，教大宝练刀可以，不准教内功。10年了，你不打算回去看看吗？我已经让天机阁把咱爸妈接过来了。你原谅他们了？我说的是你家咱爸妈。其实他们这些年也深深悔悟了，做了不少好事。听爸说，秦叔叔在你走后一夜白头，秦阿姨也知错了。你真的不肯原谅他们吗？瑶瑶，你要知道，这世上有的错，如同在海滩上写字，海浪冲过，字就消失了。但有些错误，像是镶进栅栏的钉子，哪怕把钉子拔出来，镶过钉子的痕迹也永远不会消失。秦燕哥，我明白的，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永远支持你。我交代过财神阁了，有财神阁的照拂，他们会做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富家翁。但爸爸生日快乐！11年前也是今天，秦燕小子生日那天，秦修远的逼瑶瑶嫁给他，还好秦燕强势。爸，不说那些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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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